Hello， 大家好。我出去旅游20多天，家里的兰花怎样呢？这一集视频就向大家汇报一下室内和室外的兰花的情况。我是半夜到家的，第二天赶紧就把这个视频拍下了。在我的视频第83集去旅游浇花不求人里面介绍的方法行不行呢？今天这个视频就是答案。只要是用植料养殖的，盆底有孔的，无论植料是什么，我都是采取同样的方法，就是在旅游出发的前2天，用清水把所有的花都浇透。这里说的把所有的花浇透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是混合植料的，就用泡盆的方式把所有的植料浸泡透。如果是纯水苔的，就把水苔浇透就行了。这里还要注意一点，纯水苔的我都是小于 3.5 寸的盆，如果再大的盆，可能这种方法就不适合了，水苔太多就容易造成烂根。其实这一步如果花不多的话，可以在出发的前1天做就行，但是因为我的花太多了，我就分开2天来做。在出发的前1天，我把这些花都套上外套盆，里面加上清水，清水的高度就是能泡到花盆底孔以上，大概2到3厘米。这是一棵带叶翼的，看看它的根怎么样呢？看，里面虽然很湿，但是呢，根也长得不错。接下来应该把所有的水倒掉，等所有的植料都干透了再浇水。那水培的兰花又怎么样呢？看这一盆，这是刘氏莓果，它还依然好好的。这棵呢，就是金丝雀，也都保持的不错。这一棵黄精灵花全部掉了，一棵花蝴蝶也都还开着。上面这一棵呢，就是金牌特务的变异 baby， 看它还长了新的花枝，看来水培效果最好了。用自动吸水盘的长生兰也长得不错，很多新根。自动吸水盘就是在下面的杯子里面加多一点水就可以了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再来看这一边，这是富贵兰玉成富伦，花开了，还带着很好闻的香味。这一棵呢，这是富贵兰姬青海，我采用水培的方式也没有问题。这一棵锦花兰，出发的时候我拍下了视频第121集母亲节赏花，如果有看这一集的朋友就知道，它的花量很大，需水量也很大，没有办法按我这种方法来做，就只能要我女儿每周给她1杯的水，结果可能水量太多了，就出现了腐的现象。看，2个球茎都已经腐烂了。再来看这一盆爱的回忆 Sweet Memory， 它的花还开着，还那么挺拔，状态还不错，也是采取同样的方法，在外套盆加上清水。再来看这一棵桂花香的文心兰，花都开得密密麻麻的，很壮观，很香。再来看
这一颗，这是椰子兰，黄色的椰子兰。我以为有14朵，原来有15朵，全开了。这是文心兰，太平洋的日出，双花剑，马上就要开了。这一盆呢，这是原生种的鹿角兰，开得好漂亮哦。下面的这一棵叶夫人，我以为回来能看花，不知道为什么3个花苞全销了。这个是新鲜水苔养的文心兰天香，又出了新的花剑了。这花实属是情花，真的可以说是花开不断。另外的这一颗卡特兰也是很情花，但是没有名字，香情花，看好美好大。这棵水培的风鸣殿，水培了差不多1年了，没有花，但是长得也不错。这边窗边的这几盘都是没有底孔的，我是采取什么方法呢？我的方法是求人，我让我的女儿每周给她下2盎司的水。这棵富贵兰天惠富伦马上就要开花了，看来效果也是可以的。再来看，这是收购 Relax 617，开了2朵。这些呢，都是用不求人的方法。这边还有，这个是飞鹰，只开了1朵，但是这一次的花很大，很漂亮。这个呢，这是美人鱼鳞片，开了2朵。另外的这一颗没有中文名字，它是蓝色 EQ 蝴蝶兰跟 Samara 的夹交，是香的，又美又香。紫色呢，这一颗也是紫色的，它是蓝色的马丁爱丽丝。这花虽然不怎么闻到香味，但是它的颜值实在是太高了，很仙气，而且很情花。自从出了这条花梗，从未间断开花。这是灵灯斑马708，也开得很灿烂。夏日之恋，又香又美又情花。后面的这一颗开了1朵，好珍贵哦。这是它第1次复花，好美啊！这颜值蜡质的，还带着暗暗的斑纹，它就是我说的像多子佛一样的美花蝴蝶兰。看看它还有这么多孩子呢，花就只有1朵。这是蝴蝶兰余烬，3个花苞快要开了。明护兰的花谢了，旁边的球兰，哇，好多花苞。这盆粉红色的迷你香水文心兰也开了，好可爱，好漂亮哦。劳模依然是默默的在工作，在奉献，它的花开得依然那么漂亮。这是蓝色里面花的大致状况，花太多了就不逐一看了。外面的呢，看看君子兰开了，好多的花我都搬到了室外，因为室内太密集了，容易长虫。外面呢，上面顶上有一个遮阳网，旁边现在看到的这张绿色的网，主要是为了防止鸟来吃我的花。
外面的这些花放的有点太密集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没有太多的位置能自动浇水，就只能挤一挤了。这一颗国兰小国魂一红双娇花开了，赶紧把它拿回室内欣赏。有一朵双唇变异的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哦，不小心掉了。国兰变异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。双唇，好特别哦。这一次是3支花件，这里还有2个花苞。这个自动吸水的育苗盒还记得吗？它没有干掉，但是也没有发芽。我是把它放在室外的，现在就只能再等了。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院子里自动浇水的系统，把那张防鸟的绿色的网拿开之后，就看得比较清楚。防晒网下面橙色的这些就是喷水头，中间黑色连接着的是水管，下面那一层也一样。那它什么时候会喷水呢？是通过这样一个装置来控制。我的设定是每2天在早上5点钟的时候喷水6分钟。看到吗？就像这样子，水从上面洒下来，下面那一层也一样。看，就这样子了。我这个方法并不是最好的方法，只是我去旅游没有人浇水，采取的权宜之计吧。还好他们都安然无恙。我旅游回来的汇报就到此了，谢谢收看。